黄房间的秘密。加斯东·勒鲁。第20章。斯坦格森小姐的异动。先生，您还记得我吗？鲁莱塔比尔问那位绅士。当然记得，亚瑟兰斯回答，我认出您是艾丽舍宫的那个年轻人了。鲁莱塔比尔听到年轻人这个称呼，脸上掠过一丝怒意。我特地到这里来和您握手，您是个很讨人喜欢的年轻人。那位美国人伸出手，鲁莱塔比尔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笑着与他握手，然后向我介绍了他，介绍了亚瑟·威廉·兰斯，并邀请他与我们共进午餐。不了，谢谢，我将和斯坦格森先生一起用餐。亚瑟·兰斯说我们的法语说得非常好，几乎没有口音。我原以为没有荣幸再见到您了。您不是要在艾丽舍宫的招待会后1-2天就离开我国吗？鲁莱塔比尔和我故作对这场偶然的谈话漠不关心，却极其专注地聆听着那位美国人说的每一个字。他那刮得干干净净的紫红色面庞，沉重的眼睑，以及一些神经性的抽搐，无不显示，无不暴露了他是个酒鬼。这个可悲的人，怎么可能是斯坦格森先生的座上宾？他又是如何与这位杰出的教授攀上交情的呢？几天后，我从弗雷德里克·拉尔桑那里得知，他像我们一样，对这位美国人出现在城堡里感到惊讶和好奇，并且已经做了一些调查。兰斯先生直到15年前才开始酗酒，也就是说，自从教授和他的女儿离开费城之后，在斯坦格森一家住在美国的时候，他们认识了亚瑟·兰斯，并且与他交往甚密。亚瑟·兰斯是新大陆最杰出的颅相学家之一，凭借一些新颖而巧妙的实验，他极大地推动了高尔和拉瓦特的科学发展。最后，还应该提及的是，大伊巴利索。亚瑟·兰斯之所以能在格兰迪耶受到如此亲密的款待，是因为这位博学的美国人曾经救过斯坦格森小姐一命，冒着生命危险拦住了他那辆失控的马车。甚至有可能，由于这件事，亚瑟·兰斯和教授的女儿之间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友谊，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之间曾有过任何爱情故事。弗雷德里克·拉尔桑是从哪里得到这些消息的？他没有告诉我，但他似乎对自己所说的话非常肯定。如果当亚瑟·兰斯来到堡垒客栈与我们相遇时，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些细节，那么他在城堡里的出现或许就不会让我们感到那么奇怪了，但肯定会让我们对这个人更感兴趣。这位大约45岁的美国人以最自然的方式回答了鲁莱塔比尔的问题。当我听说那次袭击事件后，我推迟了返回美国的行程。我想确认斯坦格森小姐没有受到致命的伤害，在她完全康复之前，我是不会离开的。亚瑟·兰斯随后主导了谈话，避开了鲁莱塔比尔的一些问题，并在未经我们邀请的情况下，向我们阐述了他个人对此案的看法。据我所知，这些看法与弗雷德里克·拉尔桑的并无不同，也就是说，他也认为罗伯特·达尔扎克与此案脱不了干系。他没有点名道姓，但无需多么精明，就能听出他话语中的弦外之音。他告诉我们，他知道鲁莱塔比尔为解开黄色房间案这个错综复杂的谜团所做的一切努力。他还说，斯坦格森先生已经向他介绍了在那条无法解释的走廊里发生的事件。听他说话，很容易猜到他把一切都归咎于罗伯特·达尔扎克。他多次惋惜地说，每当城堡里发生这些神秘事件时，达尔扎克先生总是恰好不在场。最后，他认为达尔扎克先生把鲁莱塔比尔安置
在城堡里是非常明智和巧妙的举动。鲁莱塔比尔迟早会发现凶手。他说出最后一句话时，带着明显的讽刺意味，然后站起身，道了别，便离开了。鲁莱塔比尔透过窗户看着他走远。真是个奇怪的人，他说。我问他，您认为他会在格兰迪耶过夜吗？令我错愕的是，这位年轻的记者回答说，他对此完全不在乎。下午我们如何打发时间，我就不多赘述了，只需知道我们去森林里散了步。鲁莱塔比尔带我去了圣女热内维耶夫的岩洞，而且在这段时间里，我的朋友谈论了各种事情，唯独没有提及他所关心的那件事。就这样到了晚上，我很惊讶地发现，这位记者并没有采取任何我所预期的部署。当夜幕降临，我们身处他的房间时，我向他指出了这一点。他回答说，他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安排，这一次凶手不可能逃脱。当我表示怀疑，提醒他在走廊里那人消失的情景，并说同样的事情可能会再次发生时，他回答说他正希望如此，而且那是他唯一希望如此。而且我没有再坚持，因为经验告诉我，我的坚持是徒劳的。他告诉我，从黎明开始，由于他的小心谨慎和门房夫妇的努力，城堡受到了严密的监视，任何人都无法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进入。而且，如果外面没有人进来，他对里面的人也很放心。他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块表，表上显示6点半。他站起身，示意我跟着他，然后没有采取任何特别的预防措施，甚至没有试图减轻脚步声，也没有叮嘱我保持安静，便带我穿过横廊，然后是直廊，一直走到楼梯平台。我们继续沿着左翼的走廊前进，经过斯坦格森先生的套间。在这条走廊的尽头，到达塔楼之前，有一个房间，现在由亚瑟兰斯居住。我们知道这一点，因为中午时曾看见那位美国人在朝向庭院的窗边。那个房间的门横向对着走廊，因为那个房间截断并终止了那边的走廊。简而言之，那个房间的门正好对着东边的窗户，那扇窗户位于右翼走廊的尽头。鲁莱塔比尔曾把雅克爸爸安置在那里，当背对那扇门，也就是说，从房间里出来时，可以看到整个走廊，左翼、平台和右翼，唯一看不到的是右翼的横廊。我负责横廊，鲁莱塔比尔说，当我需要您的时候，您就到这里来。他邀请我进入一个位于亚瑟兰斯房间门左侧斜角处的小而暗的三角形房间。从这个藏身之处，我可以像从亚瑟兰斯的门口一样轻易地看到走廊里发生的一切。同时，我也可以监视那位美国人的房门。我将要观察的那个房间的门上装有非磨砂的玻璃，走廊被灯光照亮，而那个小房间里却一片漆黑。这是一个理想的暗哨。因为我在这里做什么？难道不正是间谍的勾当吗？一个卑劣的警察的勾当。当然，这让我感到厌恶。但是，除了我的天性本能之外，我职业的尊严难道不反对这种蜕变吗？哦，上帝！如果我的会长看到我，如果我的行为被知道了，律师协会会怎么说？鲁莱塔比尔甚至不可能想到我脑海中会闪过拒绝他所提要求的念头。事实上，我并没有拒绝他。首先，因为我不想在他面前表现得像个懦夫；其次，因为我认为像一个业余爱好者一样，在任何地方寻求真相都是合法的。最后，因为现在已经太晚了，无法退缩。我为什么之前没有这些顾虑呢？为什么？因为我的好奇心比我所有的恐惧都更强烈。我也可以说，我将为拯救一个女人的生命做出贡献，
而且没有任何职业规定可以禁止如此慷慨的意图。我们反方向走过走廊，当走到斯坦格森小姐的套间前时，客厅的门被推开了，是管家正在上晚餐。斯坦格森先生3天来一直和他的女儿在1楼的客厅里共进晚餐。我们清楚地看到，斯坦格森小姐趁着仆人不在，以及她父亲弯腰去捡她刚刚掉落的东西时，迅速地将一个小瓶子里的东西倒进了斯坦格森先生的杯子里。